Hello， 大家好。2026年8月，有一群人正在排队，队伍有多长？41天。他们排队干嘛？把自己的钱锁进一個智能合約裡，換回來每年2.78%的利息。而這筆資產今年已經跌了32%。一邊是散戶割肉離場，一邊是機構排隊41天才能進場。這個隊伍叫以太坊質押隊列，排隊的不是散戶，是貝萊德的基金，是摩根大通的客戶，是華爾街。更離譜的是，同一時間，比特幣只跌了11%，以太坊跌了32%。可就在這一年，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把26.8億美國的美國國債搬上了以太坊。摩根大通把自己的存款憑證發在了以太坊的2層網絡上，價格在崩，機構在搬家，這兩件事同時發生，只能有一個是錯的。所以，以太坊到底是什麼？質押又是什麼？和比特幣差在哪兒？誰更優質？威神是誰？智能合約是什麼？ L2 又是什麼？它好在哪裡呢？華爾街到底在哪條區塊鏈上？以及最後 ETH 這枚以太幣到底值多少錢？今天我們一次說透。這個視頻是聚焦科技與加密貨幣投資研究與分享的地方。點讚、訂閱並選擇全部，就不會錯過我定期更新的重大投資解讀了。先講最基礎的，比特幣是什麼？一個全球共享的賬本，只記一件事兒：誰給誰轉了多少錢。它非常安全，但也僅此而已。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台造得極其結實，但只會做加減法的計算器。2013年，一個19歲的小伙子盯着這台計算器，問了一個問題：如果這個賬本上能跑任意程序呢？這個小伙子叫 Vitalik Buterin， 中文圈都叫他威神。1994年生在莫斯科郊外，父親是計算機的科學家，6歲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3年級進天才班。17歲那年，他第一次從父親嘴裡聽說了比特幣，但真正推他上路的是一款遊戲。威神13歲開始玩魔獸世界，角色是個術士。有一天，暴雪公司一紙公告，把他心愛的技能給削弱了。他寫信抗議，沒人理他，他哭着下線了。3年後，2013年，19歲的他從大學退學，寫下以太坊白皮書。第一句話的意思大概就是：這個世界不該有一個開關握在一家公司手裡。2015年7月30日，以太坊主網上線。今天，摩根大通把存款發在了他寫的那套系統上。如果說比特幣是計算器，以太坊就是在同樣安全的底座上裝了個操作系統。區塊鏈世界的安卓，任何人都能往上傳 APP， 沒有應用商店審核，也沒有服務器可以被拔電源。而 ETH 這枚以太幣就是這台世界計算機的油錢。你要讓全球幾十萬台機器幫你算一件事兒，就得付郵費，這筆錢就叫做 gas fee， 用以太幣 ETH 來支付，就好像今天用 AI 大模型要消耗支付 token 一樣。接下來說質押啊，這台世界計算機需要有人維護啊。比特幣的辦法是拼電費，誰礦機算得快，誰記賬，誰拿獎勵。以太坊呢，2022年換了個玩法，叫權益證明。邏輯很簡單，想當記賬員，先交32個 ETH 以太幣當押金。老實幹活，網絡給你發工資；作惡或者掉線，押金沒收一部分啊。質押的收益不是理財的利息，是你替網絡站崗收的保安費。2023年剛開始的時候呢，年化有5%以上了。今天呢，2.78%。那為什麼腰斬了呢？這是一道除法題了。那時候只有15%的 ETH 參與質押，今天呢是32%，分蛋糕的人多了1倍，每人自然少一半了。普通人有4種玩法：自己跑節點，門檻32個 ETH；
收益最高能到4%，但得全天守着服務器。那用 Lido 这類流動性质押沒門檻兒，還能拿一張憑證繼續在別處用，代價是平台抽走10%。交易所一鍵質押最省心也最不安全。第4種是2026年3月才出現的新物種，貝萊德的質押型 ETF， 那代碼是 ETHB， 券商賬戶裡就能買，把80%左右的質押收益按月分給你，淨收益率2%左右。這個2%聽着很寒酸，但你得理解它的歷史意義。比特幣 ETF 只有價格，那以太坊 ETF 開始有票息了。最後提醒一句最容易被忽視的風險，你賺的是 ETH 的數量，不是美元。今年 ETH 跌了32%，那2.78%根本覆蓋不了，一天的波動就吃掉了1年的收益了。那以太坊和比特幣到底差在哪兒？誰更優質？給你一句最省事兒的類比，比特幣呢是黃金，以太坊類比是納斯達克。那黃金不生產任何東西，價值只來自一件事兒，稀缺，2100萬枚，誰都改不了。所以分析比特幣，你只需要盯2件事儿：它有多稀缺，有多少人願意信它。以太坊完全不同，它有收入，用戶付的 gas 費，有分紅、質押收益，有業務量，鏈上賺了多少錢，你幾乎可以用分析科技公司的方法去分析它。總結就是，比特幣不需要證明任何事兒，以太坊必須每天證明自己有用。這就帶出了2026年最尷尬的一件事兒：以太坊太成功了，手續費從2024年初的3.79美元一筆降到今天的1.2美分，2年降了99%。那用戶狂歡了，可問題是手續費就是 ETH 的營收掉了99%，那估值怎麼辦？這是今年 ETH 跌32%，比特幣只跌11%的核心原因。另外還有幾條，以太坊 ETF 的体量遠不如比特幣，比特幣由 Strategy 這種公司掃貨托底，而以太坊這邊呢 ，Sublink 手裡87萬枚，成本在3600左右，現在1876，浮虧了一半，隨時會變成拋壓。再加上 ETH 跟納斯達克相關性更高，所以哪個更優質？要確定性，那比特幣贏。它的核心競爭力就是，無聊。它不需要成功，只需要不失敗。要成長性和現金流，那以太坊贏了。它是唯一同時具備真實用途、穩定現金流和合規入口的加密資產。以太坊是比特幣的高貝塔版本，牛市多漲一截兒，熊市多跌一截。說了半天，那智能合約到底又是什麼呢？做個類比啊，它相當於一台自動售貨機，你投幣，機械就吐可樂，沒有店員能拒絕你，沒人能中途改價，所有人都看得見裡面的代碼。普通合同呢，签完字得靠法院執行，既慢又貴，還得賭對方守信。智能合約是把條款寫成代碼丟到鏈上了，代碼即法律。好處是沒人能賴賬，壞處是有漏洞也沒人能救得了你。那有人問，智能合約只有以太坊有嗎？這當然不是，今天幾乎所有主流公鏈都能跑智能合約。大致呢分4派 ，EVM 兼容派。這名詞解釋一下 ，EVM 就是以太坊虛擬機，全網統一的標準，規定了智能合約怎麼跑。那 BNB Chain、Polygon 直接就沿用了以太坊的標準，開發者搬家就是零成本。第二個，高性能單體派，代表是 Solana， 壓根兒不搞2層，靠並行執行做到高吞吐。第三 ，Move 語言派 ，Sui 和 Apito 從語言層面把經典漏洞堵死。第四呢，那還有比特幣的擴展派，給比特幣補上智能合約的能力。但真錢在哪兒呢？2026年的6月，全球去中心化金融鎖倉717億美元，以太坊占了53%，穩定幣這邊1540億在以太坊占49%。注意有個統計陷阱 ，Base、Arbitrum 在數據面板上算獨立的鏈，但安全性
來自以太坊的主網。那加回去算，以太坊系的真實份額在65%以上。以太坊的份額在下滑，但很多是從左口袋掉进了右口袋。說到 Base 和 Arbitrum， 就得講 Layer 2了。以太坊主網為了讓全球每台机器都能驗證，故意跑得很慢，每秒只有10幾筆。2021年 NFT 對風的時候，一筆轉賬幾十美元，普通人根本用不起。擴容有2條路：拓寬主干道，或者在上面架高架橋。以太坊選了高架橋，它叫 Roll Up， 原理就3步：交易在2层上跑，瞬間完成，不到1美分。2层把幾千筆壓縮打包，結果寫回主網，安全性還是主網提供，任何人都能拿主網的数据挑戰2層作弊行為。優勢非常直接，費用降了3到4個數量級，幾乎即時確認，而且不用自己招驗證者，直接租用以太坊的安全性。所有2层加起来，每天近200萬筆交易，這是主網的2倍了。那格局也打完了。Arbitrum 鎖了169億美元 ，Base 128億，2家就吃掉了77%，剩下的71條鏈分殘餘的部分。那別的鏈有 Layer 2嗎？比特幣有，2026年還挺火。Merlin 鎖了17億美元，但比特幣社區連什麼算2層都沒統一定義，安全模型普遍偏弱，大多靠多簽橋。不是真從主鏈繼承的安全。Solana 呢，根本就沒有，也不需要，它走单體高性能的路線，所有事兒都在一條鏈上做快。Roll Up 這個詞是以太坊發明的，現在連比特幣生態都在用。那我回到開頭那個問題，華爾街到底在哪條鏈上？答案呢，毫無懸念，以太坊。截至2026年的4月。全球超過56%的代幣化資產都在以太坊上。那舉3個例子：第一，貝萊德的 Buildo， 全球最大的代幣化美債基金，規模26.8億美元，整個賽道從2024年初的10億漲到今天的150億，2年翻了15倍。第二，摩根大通，它的美元存款代幣 GPMD 直接部署在 Base 上，一條由 Coinbase 運營。結算到以太坊的公鏈，一家管着4萬億美元的銀行把存款憑證放公鏈上，這是以太坊最重的背書。第三 ，Robinhood， 2026年的7月1日，它上線了自己的鏈，專門跑代幣化股票。這條鏈是什麼呢？一條以太坊的 Layer 2代幣化股票，現在是32億美元，半年翻了1倍。那為什麼機構不選更快、更便宜的鏈呢？那機構不缺速度，機構缺的是10年不出事的記錄。托管、審計、合規篩查、法律意見書，這一整套無聊但必備的配套，只有以太坊最齊。它從2015年跑到今天沒停過機，背後也沒有一家可以被監管施壓的公司。但真正的威脅不是 Solana。2026年的1月，摩根大通宣布GPMD 要原生發到 Content 上，一條為機構隱私定制的許可鏈。翻譯過來就是機構可以用專有區塊鏈，但完全不需要買 ETH。以太坊最大的對手不是別的公鏈，是銀行自己建的那條鏈。但這就好比雲廠商剛出現時，大家都在質疑企業是會用公有雲還是私有雲呢？當然，現在我們都知道了，它們都有存在的需要，會並存。但公有雲還是會遠大於私有雲的體量。回到區塊鏈上，我認為還是會以公鏈為主。最後講大家最關心的 ETH 到底值多少錢？先說清楚，任何人給你一個具體的價格，都是在賣觀點，不是在做分享。這個估值與價格的預測，我們在這期視頻裡詳細說過，我會把視頻鏈接放到片尾卡片上。我們這裡直接說結論，現金流模型說公允值大概1296美元左右，基準場景慢牛的情況2500到5000美元左右，樂觀場景1.5萬。那 Tom Lee 說了，2026年底 ETH 一枚1.2萬到2.2萬，
長期看25萬，最低和最高差了将近200倍。這裡我們可以做個歷史的類比參考。以太坊現在處於什麼位置？我認為它相當於 SWIFT 以清算系統的建設期。我們知道 SWIFT 壟斷了全球絕大多數跨境金融信息的傳輸。SWIFT 成立於1973年，真正成為全球金融基礎設施用了將近20年。RWA 代幣化目前大概300到360億美元，相對於全球數百萬億美元的金融資產，滲透率仍然不到1/1000。但如果代幣化最終成為主流，現在以太坊的位置相當於1980年代初的 SWIFT 早期，但这個方向是明確的。那怎麼跟蹤 ETH 的價格呢？有4個可以自己跟蹤的指標。第一，代幣化資產裡以太坊的份額能不能守住55%以上，這是它唯一的獨佔趨勢了。第二，主網手續費和 ETH 銷毀量能不能止跌？今年 ETH 已經從通縮變回了輕微的通脹。第三，進場隊列是不是還在排？現在門外排着238萬枚，退出隊列是0。第四，也是最關鍵的，機構會不會加速轉向許可鏈？那串起來看，以太坊在2026年的處境是個非常典型的故事，產品極其成功，商業模式還沒閉環。它把手續費打到1美分以下，讓全世界最大的資管公司和最大的銀行把真金白銀搬了上來，這是產品的勝利。可同一件事兒讓 ETH 持有者分到的錢變少了，這是估值的困境。所以買不買 ETH 本質上是在賭一件事兒：以太坊能不能在讓所有人都用得起和讓持幣的人賺到錢之間找到那個平衡點。最後說句題外話，13年前，一個加拿大男孩因為暴雪公司削弱了他的術士技能，哭了一場。他當時想的可能只是憑什麼一家公司能單方面改到我的東西？13年後，摩根大通把存款發在了他寫的那套系統上。你看，很多改变世界的事兒，開頭的起源並不宏大，從小事做起，那無可厚非。如果這期講清楚了你一直沒搞懂的問題，請點個讚，訂閱一下，評論區告訴我，5年後華爾街會在公鏈上，還是自己建的那條鏈上呢？我們下期見。訂閱我，下次更精彩喲。